眼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便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因肯塔拉沙漠景区，它是中国第7大沙漠，也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这个沙漠和我们认知中的沙漠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此处有大量的绿色植物将不断流动的沙丘给固定在了原地。事实上，库布齐沙漠的绝大部分地区如今都得到了治理，只剩下几小片纯粹的沙地被开发成了景区，供游客观赏。我们所在的因肯塔拉沙漠就是一个4A 级景区。此外，在沙漠之内居然还能看到一家德克士。中国的沙漠里居然有德克士，你敢信？其实在平时的旅途中，我是很少会去纯沙漠的，但这次我是跟随国家广电总局指导内蒙古广电局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主办，央视网内蒙古分公司协办的长城两边是故乡短视频采风活动来到了这边，也见到了中国治沙伟业的活体化样本。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因肯塔拉沙漠啊，这个沙漠有点绿，和我们惯常想象中的沙漠不一样。一会儿我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5年9月去的，进景区时记得先看导览图，门口就有停车的地方，连大巴都能停下。现在我们这一团的人准备进去了。进门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人脚上都穿着荧光色的鞋，这就是防沙靴。如果你没穿这个，那你就会和我一样被灌进去一鞋坑的沙子，隔三差五就要倒一倒，甚至连袜子里都会渗进去不少沙子，需要光着脚清理干净。现在我们升起无人机来看一看这片沙漠的全貌，在俯瞰视角不难发现，它的周围已经被绿色植物包围了，仅剩中间这一片成分相对单一的沙地被建造成了景区。既然周边的绿地不远，我们就看看周围有什么可以辨认出来的植物。首先来看沙漠里的树，这个我用软件扫了一下，得出的结果是黑杨，但这个结论不能直接相信，因为我查资料验证时发现黑杨根本就不是抗旱植物。那眼前这些叶形酷似黑杨的植物，就暂时推断为基于黑杨所培养出的杂交沙林杨。此事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上亦有记载。我们还能在附近看到小时候的沙林杨，因为这个杂交品种是无性版的，所以这大概率是扦插出来的。后面长着很多毛的草，像是沙棚，这种草有很强的抗旱性，而且它在枯萎后仍然能在地表留存，所以它的防风阻沙功能极强。此外，它很受草食动物欢迎，其实人也能吃，有人用它煮粥拌凉菜，只是这个功能比较小众而已。而附近那种大脑袋的草则像是虎尾草，这种草不仅耐旱，而且生命力很顽强。在其他的土地上，这种草都经常以杂草的身份出现，你不请它，它也来，所以用这种草来治沙简直是专业对口了。还有远处的大型草，像是某种蒿草，我秋天到内蒙就总打喷嚏，就是拜他们所赐。不过它是治沙的大功臣，所以打几个喷嚏也不算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小树丛，里边的植物非常像是红桦，但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不太敢确定。反正红桦也确实是耐寒耐旱的植物，它也是荒原绿化的急先锋。沙地中的植物我们就看到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游客都在做什么。有的游客在相对纯粹的沙漠中欣赏沙漠风景，有的游客在做索道。听说这边的索道是世界第1条沙漠索道，也是个创新的成果。还有很多游客在骑骆驼，而且是一队跟着一队。这个项目是非常火的，有好多人都在排队。其实这个场面恰好与它最初的面貌暗合，因为这个沙漠所覆盖的范围内曾经出土过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在此之后，沙漠便逐渐吞噬了所有的文明，将这片地方逐渐转化为荒无人烟的场所。直到新中国时期，它才在防风固沙的工程之下重新焕发了新生。那是跨越了6000年的历史回响，也是昔日文明的涅槃重生。6000年前制陶的手与6000年后固沙的手在时空长河中完成击掌，而这片土地也在这变革中重新焕发了新生。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